女友出轨了，抓奸那天我藏在了衣柜里，在他们激战正酣时，我左手拿着手机直播，右手拿着装满墨水的水枪，撕向他们的嘴脸。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我笑得要抽过去了。这一切都要回到我高烧退去的那天。林薇端着一碗粥坐在我床边，眉眼温柔，一勺一勺的喂我。沈旭，感觉怎么样了？我给你熬了你最爱喝的皮蛋瘦肉粥。我张开嘴，熟悉的米香混着肉香扑鼻而来，可粥一入口，一股混杂着焦躁和厌烦的苦涩味瞬间炸开，我猛地呛咳起来，把粥吐回了碗里。怎么了？林薇的眉头蹙起，声音里透着一丝不耐。没什么，我抓过水杯猛灌了几口，才压下那股恶心的味道。就是喉咙还不舒服。我以为是高烧的后遗症，味觉还没恢复。晚上为了庆祝我痊愈，林薇做了她最拿手的红烧肉，酱色的肉块在灯光下泛着诱人的油光。她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朋友们都羡慕我，说林薇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能娶到她是我的福气。我夹起一块放进嘴里，预想中的甜香软糯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强烈的、敷衍的，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的寡淡味道，仿佛一块浸泡在冷漠里的木头。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涌，硬生生咽了下去。好吃吗？我挤出一个笑容，好吃，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他也笑了，可那笑容像一张贴在脸上的画皮，我从里面感受不到任何暖意。我的味觉或许没坏，坏掉的可能是别的东西。我获得了一种诡异的能力，能尝出食物制作者的真实情绪。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为了验证这个可怕的猜想，我第二天特意回了趟父母家。母亲见我大病初愈，心疼的不行，张罗了一大桌子菜。我忐忑地夹起一筷子番茄炒蛋，酸甜的汁水在口中爆开，伴随而来的是一股无比纯粹、温暖的让人想哭的关爱味道。每一口都像是母亲温暖的手掌在抚摸我的头顶。排骨汤浓郁醇厚，里面是担心我身体的殷切。清炒的蔬菜爽脆可口，满是希望我健康平安的祝福。那顿饭我吃得热泪盈眶，母亲还以为我病了一场变得脆弱了，不住的给我夹菜。能力是真的。从家里出来，我失魂落魄的走到楼下那家开了10几年的面馆，老板是个憨厚的中年男人，永远乐呵呵的。我要了一碗牛肉面，热气腾腾的面条，每一根都浸透了老板那种踏实认真的生活态度，味道醇厚而满足。原来用心制作的食物真的会发光。那么林薇的饭菜里那股腐烂和铁锈的味道也是真的，她对我的爱已经腐烂了。巨大的恐惧和失落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我死死攫住。我们在一起5年了，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即将修成正果，可他的饭菜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晚上回到家，林薇不在，餐桌上有一份炒饭，已经冷了。我用勺子尝了尝，居然尝出了背叛的味道。那味道很复杂，有不得不完成任务的烦躁，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愧疚。愧疚什么？我正想着，他的电话来了，语气轻快。老公，我今晚公司聚餐，给你留了饭，记得吃哦。我握着电话，看着那盘散发着烦躁和愧疚味道的炒饭，只觉得遍体生寒。没过几天，林薇的母亲周兰来了，她从不掩饰对我的嫌弃，话里话外总觉得我一个普通公司的职员，配不上她那在知名企业做主管的优秀女儿。周兰系上围裙，占领了我的厨房，说要给林薇好好补补。小沈啊，不是我说你，男人就该在外面打拼事业，别总让薇薇操心家里这些事。你看你这房子地段一般，面积也小，将来有孩子怎么办？他一边挑剔着，一边利落的切菜。午饭时，一桌子菜摆在面前，看起来色香味俱全。我夹了一块糖醋里脊放进嘴里，浓烈的酸味和甜味都无法掩盖那股扑面而来的轻蔑，仿佛在咀嚼他高高在上的眼神。我又尝了一口汤，那汤里全是我女儿怎么会看上你这种人的傲慢。每一道菜都像在嚼蜡，难以下咽。我放下筷子说没什么胃口。周兰的脸立刻拉了下来，问我怎么，她大老远来给我们做顿饭，我还不给面子。林薇也皱起了眉，问我最近怎么回事，说他妈好心好意，我这是什么态度？我说我没有，我只是……他打断我，声音尖锐，说我变得越来越敏感多疑了，问我是不是上次他妈说我2句我还记仇呢？我看着他，只觉得无比陌生。那张我爱了5年的脸，此刻写满了不解和指责。我们大吵一架，周兰在旁边煽风点火，说我就是小肚鸡肠，没出息。我摔门而出。晚上我被林薇的电话叫回家，她红着眼睛说给我做了宵夜，我们好好谈谈。是一碗我最喜欢的海鲜疙瘩汤，我喝了一口，汤很鲜，但鲜味之下是浓得化不开的委屈和怨恨，仿佛在控诉我的不识好歹。对不起。他立刻就哭了，扑进我怀里。沈旭，我们不要吵架了好不好？我怕你不要我。我抱着他，身体却是僵硬的，因为我从他的拥抱里没有感受到一丝爱意，只有表演的疲惫。我开始整夜的失眠，一闭上眼就是林薇饭菜里那股腐烂和铁锈的味道。我快要被逼疯了，我需要一个确凿的证据，一个能让我彻底死心的证据。我鬼使神差的请了假，开始跟踪林薇。她中午没有在公司食堂吃饭，而是提着一个精致的保温饭盒，打车到了市中心的一家高档写字楼。没多久，一个开着黑色保时捷的男人走了出来。他看起来比我高大，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手腕上是价值不菲的名表。林薇看见他，脸上立刻绽放出我许久未见的混杂着娇羞和崇拜的笑容。他亲手把饭盒递给他，两人站在车边亲昵地说了好一会儿话。男人还伸手捏了捏他的脸。我的心在那一刻沉到了谷底，我像一个幽魂，躲在角落里，看着他们告别，看着那辆豪车绝尘而去。我看着林薇脸上幸福的红晕，直到他转身离开。然后我做了一件连自己都觉得恶心的事情，我像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贼，在那栋写字楼下的垃圾桶里翻找。终于
我找到了那个被男人吃完后丢掉的保温饭盒，里面还剩一点残羹冷炙。我伸出颤抖的手指，沾了一点汤汁放进嘴里，轰！一股前所未有的汹涌澎湃的味道在我舌尖炸开，那是一种混杂着滚烫热恋、卑微讨好和浓烈到化不开的爱意的味道，美味道让我浑身战栗。每一丝味道都在叫嚣着我爱你，我想把最好的都给你。原来他的爱意不是消失了，只是转移了。原来他不是不会做充满爱意的饭菜，只是那份香甜不属于我。我蹲在垃圾桶旁，像一条被主人抛弃的狗，一边干呕，一边无法控制地流下眼泪。5年的感情，在这一刻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我拿着那个饭盒回了家，林薇正哼着歌在敷面膜，看见我手里的东西，脸上的笑容僵住了。这是什么？你今天中午送的饭，味道一定很好吧？我把饭盒重重地放在茶几上，声音沙哑。我质问他那个男人是谁，我以为他会慌乱，会愧疚，会解释，可是没有，他只是愣了1秒，随即眼眶就红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震惊和失望。沈旭，你跟踪我，我们在一起5年，你竟然不信任我到这个地步？他开始声泪俱下的控诉，说那个王总是他为了一个重要项目不得不应酬的客户，对方点名要尝尝他的手艺，他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才忍辱负重。他问我这么辛苦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他质问我呢，我不支持他就罢了，还像个变态一样跟踪他，怀疑他。他的哭声很大，引来了隔壁的邻居探头探脑。邻居问小两口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啊。又有人说就是啊，林薇这姑娘多好啊，沈旭你可得知足。所有人都用异样的指责的眼光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我百口莫辩，只觉得心脏被一只手攥住，疼得无法呼吸。当晚他睡在客房，第2天他平静地向我提出分手。他说他对我彻底失望了，说我们之间没有信任，再也回不去了。我看着他冰冷的脸，心灰意冷到了极点，麻木地点了点头。好。他似乎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干脆，愣了一下，随即又说既然要分，那就好聚好散，吃最后一顿散伙饭吧，他来做，我无所谓了。那顿饭他做了4菜1汤，都是我从前爱吃的。我机械地把菜送进嘴里，出乎意料，饭菜里没有了之前的腐烂和厌烦，也没有了争吵后的怨恨，那味道平静的可怕，平静之下是深不见底的恶意和冰冷的算计。每一口菜都在告诉我同一个信息，快点滚蛋，把你的一切都留下。我瞬间惊醒，他不是要分手，他是要我净身出户。这套房子我们共同的存款，他都想一个人吞下。我看着林薇那张写满伪善和悲伤的脸，心里一片冰冷。他以为我还是那个被他玩弄于股掌的傻子。好，我就陪你演下去。薇薇，不要走，是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我猛地抓住他的手，声音哽咽，扮演一个幡然醒悟的痴情男人。我的表演显然取悦了他，虽然他嘴上说着我们回不去了，但他做的饭菜里那股冰冷的算计味道淡了一些，多了一丝得意。接下来几天，我开始了我的计划。我假装颓废和绝望，同意了他律师起草的分手后财产平分协议。这份协议看似公平，但我知道他名下藏着一笔我们俩恋爱期间共同储蓄，但由他保管的大额存款。这笔钱协议上根本没提，他想用这套婚前我付了首付，但婚后我们共同还贷的房子折价1半给我，然后独吞那笔存款。想得美！我利用他的贪婪开始布局。我假装因失恋而沉迷高风险的虚拟币投资，企图一夜暴富来挽回他。我注册了好几个小号，伪装成投资大师和上岸群友，每天在电脑前演戏。我故意不关电脑，让他能不经意间看到我和大师的聊天记录，看到我账户上飞速增长的虚拟数字。他第一次看到时还假惺惺地劝我说这种东西是骗人的，但饭菜里已经带上了藏不住的好奇和一丝贪婪。我红着眼对他吼，说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让他别管，把一个赌徒的疯狂演绎得淋漓尽致。终于在大师的指导下，我投入了我们账户里所有的流动资金，然后我伪造了一张虚拟币崩盘，所有积蓄一夜亏空的截图，失魂落魄地倒在沙发上。那天晚上，林薇安慰我，给我端来一碗热汤，我喝了一口，那味道里充满了压抑不住的幸灾乐祸和窃喜。他以为我的钱，我们共同的钱，都已经化为乌有。鱼儿上钩了，林薇果然上当了，他以为我已经被榨干了所有价值，再也装不下去。第2天就带着那个王总登堂入室。沈旭，既然你已经没钱了，这房子你也别想占着了。林薇挽着王总的胳膊，居高临下的看着我，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刻薄。王总，那个叫王建东的男人则像个主人一样打量着我的家，不，我们曾经的家。他搂着林薇的腰，语气轻佻，说这装修太土了，全都敲掉重来。问微微喜欢什么风格，意式轻奢怎么样？林薇娇嗔着，靠在他怀里，说讨厌，都听你的。他们当着我的面商量着如何装修我们的房子，仿佛我只是一个透明的摆设。王建东还故作大方地对我说道，看在微微的面子上，他借钱给他，把属于我的那一半房产买断，一口价30万，让我拿着钱赶紧滚蛋。这套房子如今市值300多万，我那一半至少值150万。他这是在打发叫花子。没过2天，周兰也来了，他看着我，眼神里的鄙夷几乎要溢出来。我早就说过你是个废物，没本事还爱赌，现在好了吧，活该。我们微微真是瞎了眼才跟过你。我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扮演着一个被榨干所有价值、输掉所有尊严的可怜虫。我吃着林薇施舍给我的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味道的残羹冷饭，心里却在冷静地倒数，快了就快了。在他们约好去房产交易中心签购房合同那天，我提前出门了。林薇以为我是去筹钱做最后的挣扎，眼神里满是嘲讽。我直接去了相关部门。你好，我实名举报林薇身份证号是名下有一笔约200万的巨额存款来源不明，
并且长期存在偷税漏税行为。我递上了我早就搜集好的所有证据，那笔钱是林薇这些年利用职务之便背着我接私活吃回扣攒下的，每一笔都经不起查。我甚至还找到了他为了避税将部分收入转入他母亲周兰账户的流水记录。稽查人员看着我提供的详尽资料，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下午林薇和王建东在交易中心等得不耐烦，给我打电话，语气恶劣地催促我。我挂掉电话，慢悠悠地赶到现场。就在林薇把合同甩在我面前，逼我签字的时候，几名身穿制服的稽查人员走了进来。请问哪位是林薇女士？林薇的脸色唰的一下白了。稽查人员告诉我，他们接到举报，怀疑我涉嫌偷税漏税以及持有不明来源的巨额财产，请我跟他们回去协助调查。面对从天而降的制服人员和那份印有他名字和账户流水的调查通知书，林薇彻底懵了。他求助地看向王建东，王建东却像躲瘟神一样后退了一步，皱起了眉，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林薇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着他被带走时那张惊恐绝望的脸，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这只是开胃菜，林薇的麻烦大了。巨额的补缴税款和罚金几乎要掏空他的那笔小金库。王建东虽然帮他找了律师，但态度明显冷淡了许多。他是个极度爱面子的人，尤其是在他那个所谓的富豪圈子里，最忌讳的就是沾上这种不光彩的官司。我了解到，王建东最近正在追求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小有名气的网红，那个网红以美食家自居，人设是挑剔的舌头和精致的生活。一个完美的计划在我脑中成型，我用一个新注册的账号匿名联系了那个叫苏打的网红。我告诉苏打，城中新贵王建东的女友林薇是一个厨艺超群的民间高手，能做出传说中带有情绪味道的菜肴，每一口都能让人尝到制作者的心意。我还暗示苏打，王建东对林薇爱得深沉，正准备斥巨资为他开一家不对外开放的顶级私房菜馆，只为博美人一笑。我告诉苏打，据说王总为了考验未来主厨，准备办一场极小范围的品鉴晚宴，只邀请最懂美食的人。苏打小姐，你的舌头是圈内公认的金标准啊！贪图流量和噱头的网红立刻上钩了。他对那个情绪味道和顶级富豪的爱情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在一次聚会上向王建东提起了这件事，言语间充满了对林薇厨艺的好奇和向往。王建东是个虚荣心爆棚的男人，在新欢面前，他既想显摆自己的财力和人脉，又想利用林薇的厨艺这个噱头来制造话题，讨好新目标。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决定真的组织一场品鉴晚宴。而焦头烂额的林薇把这场晚宴当成了挽回王建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不知道，他即将亲手为自己的人生端上一盘终极的断头饭。晚宴设在王建东郊区的一栋别墅里，宾客不多，但个个非富即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那位被王建东请来做首席评委的网红苏打。林薇为了这场晚宴倾尽了全力，他花大价钱从国外空运了最新鲜的食材，从前菜到甜品，设计了整整12道菜。他以为这是他展示魅力、征服王建东和所有名流的舞台。他不知道，我早在1个星期前就买通了他预定的那家高级食材供应商里的一名配货员。晚宴的压轴主菜是一道名为深海之心的顶级鳌虾刺身。我让那名配货员将林薇订购的活体鳌虾换成了一种外观极其相似，但死后蛋白会迅速分解，产生强烈腥臭氨气的自品虾。晚宴开始了，前面的几道菜林薇发挥得很好，她满心都是对王建东的爱意和对未来的期盼。菜肴的味道充满了热切的讨好，引得宾客们啧啧称奇。苏打更是夸张地闭着眼睛品尝，连声赞叹，说天哪，他真的尝到了爱情的味道。王建东的脸上满是得意，林薇看着他，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光芒。终于，压轴主菜深海之心被侍者用银色的餐盘盖着，隆重地端了上来。王建东站起身，意气风发地介绍，说这道菜是微微的巅峰之作，代表了他对他全部的爱意。林薇羞涩地低下头，等待着全场的赞美。侍者在万众瞩目下揭开了盖子，那一瞬间，没有预想中的鲜香，一股仿佛在3伏天发酵了半个月的公共厕所般的恶臭，混合着腐烂海鲜的腥气，瞬间爆炸开来，席卷了整个餐厅。离得最近的苏打首当其冲，捂着嘴当场干呕起来，宾客们惊叫着四散奔逃，捏着鼻子，脸上全是嫌恶的表情。有人问什么东西这么臭，有人说要吐了，这是给人吃的吗？王建东的脸在瞬间由红转青，再由青转黑，黑得像锅底。他死死地盯着餐盘里那些看起来依旧新鲜的鳌虾，又看向脸色惨白完全不知所措的林薇，眼神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暴怒和羞辱。他嘶吼着，林薇，你就是用这种垃圾来招待我的客人，你他妈是想让我死？在所有名流和网红的镜头前，林薇的精心表演连同她的尊严被这股恶臭彻底击碎，沦为了年度最大的笑柄。她被王建东像垃圾一样从别墅里赶了出去，那场恶臭晚宴很快就成了圈子里的顶级笑料，并在网红苏打添油加醋的直播下火遍了全网。林薇彻底社死，王建东为了挽回面子，不仅和他撇清了所有关系，还动用关系让他在原本的行业里再也混不下去。而税的问题最终的处理结果也让他那笔见不得光的积蓄大出血，变得所剩无几。我拿回了属于我的那部分房款，不多不少，150万。我用这笔钱加上对林薇剩余财产的合法分割，在一条安静的老街上盘下了一家小餐馆。我利用自己的能力，没有自己做主厨，而是专门去寻找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用心做菜但生意不好的小厨师。我尝过一个下岗工人包的饺子，里面满是对家人沉甸甸的责任感。我尝过一个失恋女孩烤的蛋糕，里面有不被理解的苦涩和对甜蜜的倔强向往。我尝过一个老大爷熬的汤，里面全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平和与从容。我把他们请来，打造了一个真心厨房品牌。我们的菜单每天都在换，每一道菜旁边都写着一句关于这道菜情绪的描述，一份来自父亲的笨拙但厚重的爱。红烧肉，失恋了也没关系，生活总要有点甜。提拉米苏，
出乎意料，这种新奇的模式火了。人们来这里不仅是为了吃饭，更是为了品尝一份真实的情感，寻找一份心灵的慰藉。1年后，我的真心厨房已经开了3家分店。我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处理着当天的订单。一个外卖订单的备注突然跳进了我的视线。沈旭，是我林薇，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用尝，光是看着那一行哀求的文字，就仿佛闻到了一股混杂着悔恨、嫉妒和不甘的馊味儿。那味道和1年前他饭菜里的腐烂味儿如出一辙，只不过腐烂的更彻底了。我面无表情地伸出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点，拒绝接单。然后我关掉电脑，走进厨房，给自己炒了一盘最简单的蛋炒饭，米饭粒粒金黄，裹着翠绿的葱花和嫩黄的鸡蛋。我吃了一口，那味道充满了新生和希望。1年来，我以为自己早已放下，直到林薇那行字出现在屏幕上，我才发现伤口虽然结痂，按下去还是会疼。我拒绝接单后，他又连续下了3次订单，地址换了一个又一个，全都被系统自动拦截。我早就在后台把他拉进了黑名单，可他不死心。1周后，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短信：沈旭，我知道你恨我，但我想见你最后一面，我真的有话跟你说，求你了。我看着那行字，心里涌起一阵烦躁。我删掉了短信。第2天，同样的号码发来一张照片，是我母亲。照片里，母亲坐在一家医院的走廊上，手里攥着病历单，脸色苍白。下面附着一行字：你妈今天来体检了，结果不太好，你想知道详情吗？来见我。我的血一瞬间冲上头顶，她竟然敢动我家人。我按照她给的地址来到城东一家破旧的咖啡馆。林薇坐在角落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精致妆容，眼窝深陷，看起来比我记忆中老了10岁。她看见我，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有怨恨，有不甘，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期待。我站在她面前没有坐下，问她我妈的体检报告呢？她从包里抽出一张纸放在桌上，我拿起来一看，心猛地一沉。母亲的肝功能指标异常，需要进一步复查。这确实是体检报告上的内容，不是伪造的。我只是想见你，只能用这种方式。林薇的声音沙哑，说：沈旭，你毁了我的一切，你知道吗？我说是你自己毁了自己。他的眼眶红了，说他承认他错了，问我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问5年了，我早就能尝出情绪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我愣住了，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能力，他苦笑着反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藏得很好，然后告诉我从高烧后就开始不对劲，吃他做的饭总是皱眉，却从来不说，又问难道我以为他不知道我在跟踪他，不知道我翻垃圾桶？他的话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他深吸一口气，说那个王建东是他花钱雇的。我惊讶地追问他说什么，他说保时捷是租的，西装是借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大脑瞬间空白的话，我根本没有出轨，我只是想让你主动提分手。他说完眼泪终于掉下来，说他因为知道我有那个能力，知道我能尝出他的情绪，知道他早就不爱我了，可他没办法直接说分手。我对他太好了，他说不出口。他捂住脸，声音颤抖，说他设计了这一切，出轨的男人，虚伪的争吵，让我以为他背叛了我，他以为这样我就能痛快地离开他，他就能心安理得地拿走那笔钱。可他没想过我会用那种方式报复他，稽查和恶臭晚宴让他彻底社死，他的事业毁了，名声毁了，连他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我冷笑，问他现在说这些是不是想让我愧疚？他说不是，然后抬起头，眼神忽然变得诡异，告诉我那笔200万的存款，在我举报之前他已经全部转移了。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他笑了，笑容里满是恶毒，说那笔钱现在在瑞士银行，以我母亲的名义开的户。我愣住了，问他说什么，他站起来凑近我的脸，问我是不是听不懂。他说他早就知道我会举报他，所以他提前把钱转到了境外，用的是我母亲的身份证。他说我以为我在算计他，可我从头到尾都在他的剧本里。我的脑子嗡地炸开，他的声音冰冷，说王建东是假的，出轨是假的，但稽查是真的，晚宴上的丑闻也是真的。他说我利用我的能力，成功的把我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受害者，报复了一个欺骗我的女人。所有人都同情我，支持我，我的餐厅生意火爆。他盯着我的眼睛，问我知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他说真相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出轨，他只是不爱我了，想分手又不敢说。他问我毁掉了他的一生。他问我现在我满意了吗？我站在原地，浑身发冷。我想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拼命回忆每一个细节。他饭菜里的那股腐烂味，那股敷衍和不耐烦，那股对另一个男人汹涌的爱意。不对，如果王建东是假的，那我在垃圾桶里尝到的那碗充满了滚烫热恋和卑微讨好的汤汁是怎么回事？我脱口而出，问他那碗汤呢？说王建东吃的那碗汤我在垃圾桶里找到的，味道不可能是假的。林薇的表情僵了1秒，然后他的声音轻了下来，带着一丝颤抖，说那碗汤是他让一个真正爱他的女人做的。那个女人叫小何，是王建东的秘书，暗恋了他5年。他说他雇王建东演戏，但小何不知道，小何以为他真的在给王总做饭，每次都会偷偷多做一份，用他的饭盒装好送到他办公室。你尝到的爱意不是我的，是小何的。我如坠冰窟，我艰难地开口，问他所以从头到尾我尝到的他的情绪都是真的，他不爱我了，想分手，想独吞存款，这些都是真的。他说不爱我是真的，想分手是真的，但独吞存款是假的。他说那笔钱是王建东给他的报酬。我反问他什么？他说王建东让他配合演一出戏，让我以为他出轨，主动提分手，报酬就是那200万。可查到了这笔钱，以为是我的私房钱，举报了我，钱确实没了，被王建东收回去了。他1分钱都没给他，还说他办事不力，害他惹了一身骚。他抬起头，泪水模糊了妆容，说我们都输了，他被毁了，我也被他骗了。唯一赢的是王建东。咖啡馆里安静的可怕，我看着眼前这个憔悴的女人，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情绪，恨有，愧疚也有，更多的是一种荒诞的可笑。我们在一起5年，最后分手的方式竟然是互相设计，互相伤害。他雇人演戏骗我，我用能力报复他。
到头来两个人都遍体鳞伤，便宜了一个局外人。我问他告诉我这些想要什么，他的声音里带着哀求，说他想要我帮他查清楚王建东的底细，说他不是普通人，他有太多秘密。他说他知道我能尝出食物的情绪，只要我接近他，一定能发现什么。我问他凭什么，他说凭我妈的那份体检报告是真的，凭我妈现在住的医院是王建东旗下的产业，凭我妈的主治医生是王建东的人。我的瞳孔猛地收缩，林薇苦笑说，我以为我妈只是去体检，她是被王建东请去的，他早就盯上我了，我的能力，我的餐厅，我的未来，他全都想要。从咖啡馆出来，我给母亲打了电话，问她最近身体怎么样。母亲说挺好的呀，就是前几天去做了个免费体检，那人说是我们餐厅合作机构的福利，他就去了。我的手指攥紧了手机，问他检查结果呢。母亲说检查结果说是有个小问题，让他下周再去复查。他们还特别热情，说帮他预约了专家，不用排队。我的声音发紧，对母亲说不要去，那个体检不是餐厅的福利，是骗人的，让他把报告发给我，我来处理。挂了电话，我站在路边，深吸一口气。我想起王建东，我见过他一面，在房产交易中心，他站在林薇身边，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像一个看小丑的观众。我以为他只是一个贪图林薇美色的有钱人，现在我才明白，他才是真正的猎手。林薇是他的妻子，我是他的猎物，那200万是他的诱饵，而我的能力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手机震动，林薇发来一条消息，说王建东下周5会在他的私人会所举办一场晚宴，邀请的都是顶级富豪，他的厨师团队不够用，公开招标临时帮厨，我的餐厅是备选之一，如果接下这单就有机会进入他的厨房，而他的厨房里藏着太多秘密，去不去由我自己决定。我看着这条消息久久没有回复，去就是羊入虎穴，因为王建东既然盯上了我，说明他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不去母亲在医院里生死不明，他随时可以动手。我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无味的，可此刻我仿佛尝到了一股浓烈的危险的气息，像暴风雨前的沉闷空气，像深海里的暗流涌动。我拿起手机打了几个字，说我接，然后发送。接着我关掉手机，开始做饭。我需要一顿能让自己清醒的饭，一盘辣椒炒肉，辣得我眼泪直流，那味道里有决绝，有不甘，还有一个念头，这一次我不会再做棋子，我要做下棋的人。